那里。有点滑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兵，只是 POV。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来 Swissport Sexy 32S。哇，你们一定会好奇为什么我又在拍这辆？那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呢，拍过这辆的车 walk， 然后还有0到100的测试，还有一些试驾啦。今年呢，其实我也是有拍过上云顶啊，但是很可惜啦，还是那句话，我的很多 footage 在我的 hard disk 里面呢卡着出不来，而且我的 hard disk 坏掉了。哎呦，本期视频呢也非常感谢车主 Tim， 然后多 Tim。Hello。如果他把口罩脱下来的话呢，像什么呢？马来西亚版本的产金旁。距离我上次拍你的车好像都有一段时间了啦。最近你的车改了什么东西呢？换了牙皮啊、flywheel 那些东西哦，普通东西啦 ，ready 是棒的东西。这个10磅厉害咯，方便透露你在10磅的时候，第一次的时候啊做的圈数是多少？第一次下是258，我之前驾过一次 Swissport Sexy 31S 5 Speed Auto Manual 啦，然后就做了3分钟。这个快2秒，因为什么 6MT 果然就是不一样哈。然后也不错太多，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改了什么东西啦。好，不多说 ，Let's go。我们今天会在 Uniqlo Damansara 这里做个开头啦，等一下我们就会把这辆车混上云顶上去哈。今天天气很冷哦，这是昨天下了雨之后哈。这套 rim 呢是之前没有拍过的哈 ，P1 Racing 的原装日本 rim 啦 ，AD09 大压哦，之前 AD08 罢了的哦。Engine 那边是没有做过任何的提升的 ，M16A 的引擎 ，Recaro Full Bagasi 的，我不知道我做得下没有啦，也是来自于 Toko Racing 的 bracket。这辆车的 review 我做过了啦，0到100测试也不错啦，在一个1.6来讲，有这种的程度已经是很厉害了。我觉得这一代的话呢，都比较好看过上一代，肯定的嘛，越新越好看的嘛。那如果你说 ZG33S 呢，那我觉得那个没有这么好看 ，sorry 哈，我还是喜欢这一款，尤其是那个前脸啊，看得比较大气这样哈。后面虽然是 Torsion Beam， 但是这辆车比我驾过上一代在10磅来讲呢，它是有一个小性格的，它的尾巴有一点少许的不听话，那你就用尾巴甩一点点呢，来对准那个弯进弯这样子哈，很难解释这种感觉。等一下上山去看啦 ，Let's go。呵呵，早上的天气冷冷，哎呀，爽爽，这样我们的车才有吸冷风，才有 performance 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声音，又是你先走。OK， 换了 flywheel 啊，跟这些 clutch 的东西哦。那个 engage point 又不一样了，所以我要重新熟悉这辆车哈。那这辆车原装数据是为136 PS， 还有一个160个牛顿米 ，engine 1.6公升自然吸气 M16A 的引擎。那 Tim 是没有做过任何的引擎升级啦，他也不想要 Born Turbo， 也不想要 Supercharge 啦，就这样子加下去了，更爽，因为他讲 NA is the best。然后呢，这辆车原本呢，他下的场第一次的时候是258啦，然后他跟我说他第4次下是吗？是254，哇，已经把这个车发挥到极限了啊！然后这辆车呢，如果你们有印象哈，我驾什么车了啊 ？Mini Cooper 啊，Countryman 在乌鲁央很难追的，就是那个黄色的小车，就是这辆车了。有印象吗？啊，没有印象的话，看回我之前影片就知道了。Oh no， 尴尬。好尴尬。试一下第一个弯 AD09， 屁股有点不听话。7200转，周级。哇，那个clutch 还是不习惯啊。跟我上一次驾不一样哎，那个力水，这个更有力啊。哇，那个屁股，太快了。
不是很习惯，又快哦。嗨，Happy， 我女人嫁上山，带孩子上。Thank you， 拜阿弟。你的 brake pad 是用什么 brake pad 啊？哇，那个尾巴有点不听话的感觉哦。不过这辆车还是有一个尴尬的转速，我不懂有时候要在2还是3，太低转又不是，太高转又不是，它在中间。地上有一点湿湿的。这个 AD09， 有一点花哈，不听话。那如果你讲我驾驶心得来讲呢，我会觉得这辆车比较容易控制，在于它的操控上面啊。如果 ZX31哦，我驾到会比较难操控一点，它比较不听话。这辆车比较听话一点，可能听话一个10到20%哦。动力来讲，这个比较爽。6MT 跟 5MT 可以很大差别的嘞。哇，那个地上沟里叉那边，劳力走，后面的 Clio RS 呢，也是一个 AD09 胎呀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动力来讲，它就好像有280匹后面那辆。这辆车的那个进到3号档跟4号档都还不会软哦，还会去哦。4400转发挥到最高扭力160 Nm。喂嘿嘿，大哥，不要踩 brake 哎！它准7000转还是72段有？72段，72哦。之后可以开到7500哎，上一代。对。哇，给，也是一个 M16A 的嘛，上一代哈。对。只是它这个动力输出会比较大一点，很厉害哦嘞！我觉得1.6公升有一个136 PS， 还有一个160牛顿米，很强。是邦嘎基。这个 clutch 哦，它放一点点就很刺了哦，直接哦。不像上一代这样，啊不像原装这样。
一放就直接嚯！哇，咩事？弄路哦。最近已经搞啥？为了过年要铺路哈，我还是第一次走里面的进来这边的，然后那个路你看有个洞，哎呦，下雨就是。腿头，第三次。这 AD09面对1.4还 OK 的 ，AD08就是咯，我就很担心它就一下子会滑那种，遇到一点点水吧，一个水沟啊 ，TR1 啊 ，AD08全部都是这样。哇，那个 QRS 甩不掉的，真的是够快。啊，Turbo A，我们是 NA 嘞。哇靠！不要一直踩 brake， 吓死我！真的吓死我！没有必要踩 brake 啊这边。有点 oversteer 的情况哦，屁股。哦，滑。ESC 那边咬着我，不用看。会有一点那个屁股一直要甩出去哦，一失地的话，这里又来，会哦。你有试过雨天进10磅吗？有啊。那个感觉怎样？是不是屁股？几磅啊？甩啊，正常的甩。我10磅没有这样怕，是不是？我比较怕高速弯的时候哦。哇，那个头又不听话，尾又不听话的感觉。哇，那个腿头。正常的。不能踩中 brake， 你可以点一点点 brake， 不能烧那么快。喂，他刚刚怎么样啊？又踩一下油，又放一下油。这里还比较干一点。60千左右买一个很好玩的车，就是这辆啊，真的又新又漂亮，操控又好，动力又好。哎呀，弄到我专属尴尬了。哇，我 over respond 了那个油门，因为它的
的转速没有太高的时候，它没有什么反应的。转速高的时候，你点一点点就会有了。很灵敏哦，这些小弯的时候，很干脆，不会给你太多的余震。它要这样就是这样了的。啊，尴尬，尴尬，尴尬。好吗？啊，好么？做么嘞？这8的那个路。在讲我们这种驾快车就是危害公路啊，其实驾慢车才是危害公路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会让人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太慢了，你没有给人家知道一个方向，好像刚刚那辆这样，要去左还是要去右，没有讲啊，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。不是说慢就是安全的，很多人的想法就是慢就是安全，是吧？当然当然，我也不是讲加快就是安全啊，也要看一下你的 limitation 啊。好像这种雨天，你看一个弯，哈哈，我的太过4了那个马路。其实可以上1号牙，但是一定打落的不得了，扭力太大。没办法，最近的雨一直在那边下啊，早上没有下雨已经很好了，晚上下雨就爽。啊，你看，一直在那边推头，不能。但是它已经是很反应很快，它不会给你一下子冰表。怎么说呢？要拉得很久哦，那个尾巴出来哦，它这个尾巴稍微出来就跟你反应过来哦。Oh no， 下雨啊！把麦 V 也推头，哇，开棚的不是糟糕，灭大。我先说一下这个 Swissport 的心得哈。哦哟，我都玩过哈，我驾过 ZX31S 在蛇棒，然后也驾过去云顶啦。当然动力来讲很大差别，大家都是1.6公升，也是 F16A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辆车比上一代多了一个大概10匹左右啦。哇，那个差别很大，不是开玩笑的，跟你讲。而且它的档位呢，各个档都会比上一个好，因为它6速嘛，所以它就把每一个档呢把它都变得密一点点，所以它不会有那个5号牙上的时候很尴尬，然后转速又高哦，这个转速比较低。关于操控上面呢，因为各有各的改法，而这辆车的改法是一个10磅的 setting， 它不会太硬。个人蛮喜欢这种中间的，不要整个硬邦邦这样，我的屁股就跳一下这样，等于觉得那个轮胎会很随时会离地这样子，有一点没有安全感这样啊。这种比较有一点带风的，比较软一点点的，我们所谓的软中带刚就是这样子来。所以你过弯的时候是有一点body roll也是好的哦，不一定讲真的是硬死硬就是好了，拉巴拉到够多。不愧是当时我在乌鲁央追到很辛苦，谁都追到很辛苦的啊，这个他都顶了这个 Swissport 很厉害。可惜今天是下雨天啊，没有的很发挥到它的这个极限。雨天上山也是蛮刺激的，这辆车的屁股是很不听话的。所以如果你在10磅的时候，你驾 Swissport 哦，今晚的时候你就是好像要重踩 brake， 给它屁股好像稍微离地一下哦，把那个头对准牙过的弯，再踩油翻卡一下翻卡man。冷天气就是爽，哇，你看冷到啊那个，咩嘢解釋打到天氣，陳金鵬，幾時要來馬來西亞？换了这张的话，真的是分别很大啦，它可以 hold 着你的腰跟屁股，所以你不会跑来跑去啦。做 hill door 都会比之前的那个会比较容易啦。哇，这辆车的沥水哦，比我上一次驾的时候还更爽。Swissport也是让我觉得蛮厉害的一辆车。NA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 CJ， 谢谢今天所有人陪我跑山路啊。各位好，影片就到此结束啊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，拜拜。